好了，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，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分享啊。我们先分享黄宏耀老师的一个体会哈。他说老师好，说昨天晚上的课呀受益很大，是解析声音流不被情绪化的一课啊。说解析声音流不被情绪化，就是拆解分析事情缘由，而不被对方的情绪带走。或者对方说一句话，那我要分析这句话中的合理的成分，而不要一下子就被他那个话中所带的情绪给带走了。有的时候人家说的话是对的，可能情绪不太好，语气不太好，可是我们只是关注什么？关注那个情绪，关注那个语气，因为你为什么对我这样？而把话中所蕴含的是真实的东西啊给弄丢了。生活中很多这样的情况，包括说忠言逆耳利于行。有时候跟你说那个忠言呀，你可能用那个方式说你觉得不太容易接受，结果把那个忠言也给丢掉了哈，就类似这样例子。解析声音流被情绪化，当然这主要讲的生活中很多，比方说家里面一说话就吵架，跟人一弄就生气，那个话并没有问题，你要写出来看那个话没有问题，可以说出来那个语气语调情绪，你就觉得很有问题了，那就很有问题了。说这个不被对方的情绪带走，稳定自己的情绪后，用自己的真心化解对方的情绪，转念说这样既长养自己，又滋养了他人。说这个心法太高级了，非常了不起，真的是这样。就生活中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矛盾啊、纷争啊，往往都是因为这个事情，并不是说你说的那个事儿不对，而是什么？你说的那个情绪，你说的那个表情，你说的那个状态，让我感觉不舒服。哎，这个不舒服之后，连你说那个话我也不愿意接受了，哪怕那个话是正确的啊。好，他现在讲了一个自己生活中的经历哈。我现在是在1年级，就昨天放学路队时呢，就发现了一件事情，一个可能要把小孩送出去，家长接走才行哈。说一个小朋友的家长呢迟迟不来接，打电话给爸爸，爸爸说妈妈接了。又过了10多分钟呢，你不见爸爸来接，我打电话给妈妈，妈妈又说是爸爸来，妈妈说是爸爸来接哈，爸爸说是妈妈来接，我说爸爸说是妈妈来接的呀，然后妈妈叫爸爸来，还有就是2个人可能弄差了哈。说因为路上堵车呢，结果全校的同学都接完了，这个爸爸才到，那到最后了，得。这个时候啊，孩子早已泣不成声了。那小孩觉得爸爸妈妈都不来接我，别人都走了，小孩真的会这样哭得特别伤心。爸爸见到我一直跟我说对不起，我一转念说没事儿。但是孩子现在心情是担心、害怕、难过，担心爸爸不来接我了，难过。爸爸回到家一定要好好安抚孩子的心情，就跟爸爸这样讲了哈。说今天早上我来学校，看到这可爱的小女孩啊，还是原来活泼开朗的样子。我也跟她解释清楚原因哈，她爽快地说啊，因为怕伤害她，怕爸爸妈妈这么晚不来，怕孩子心里有些阴影啊。她爽快地说，黄老师没事儿，昨天晚上呀，我看了一下动画片就没事了。说解决这个事情，他就说啊，解决这个事情，那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？告诉爸爸妈妈以后准时来接我就好了呀。如果有事提前跟我说一下，让我在店门口等也行。说完就开开心心就出去玩去了，玩去玩。所以在生活中遇到事儿的时候，特别是你要安定下心情。我相信呢，爸爸妈妈的接电话的时候，可能语气语调等等各个方面都会显得很着急，会什么？但老师在这个时候特别要稳定住自己的心情。叮嘱父亲回去之后要安抚好自己的孩子，孩子呢也没有受到影响，感到很高兴哈。所以我们的生活中也是这样，是解析声音流啊，不被情绪化，这是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去修的。别人讲说话，说你说话要注意修你的嘴，修你的说话，更重要的我觉得还得修耳朵。还得修，因为说话你能管得住，那个别人说话你管不住。那这个时候可能随时就来了什么让你不舒服的那个语言，让不舒服的那个话，所以还得修这个耳朵。就像这耳根圆通法门，我听着，哟，是谁在听？这个情绪带情绪的话来了，一听你干嘛这么个情绪？马上回到，这个话
返回到哪儿去？返回我的那个听觉上，是谁在听着？一返回到听觉上，马上就和那情绪就离开了，马上就离开，回到你自己的那个觉知上。说解析生命流不被情绪化，很根本的一点就是一听马上回到你的觉知上，回到你内在那个觉知，你都能清醒的、清楚的分清楚哪些是他的情绪，哪些是事实。来说呀，你可以分得清楚哦。其实什么？当你一回到你自己那个觉知上之后，他的那个话和情绪就成了一个客观的存在，离你有一段距离了。这一点大家我希望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啊，就是当你一回到你的那个觉知上的时候，他的那个语言所代表的事实和他的情绪，一下就陈列在你前面了。如果你没回到你的觉知上，你一下子就被他的语言裹挟了，你裹挟到一起之后，你就分不清了，你就被他的情绪化了。那个情绪呢，把你一下就情绪化进，把你被他的情绪化了，你就忽略了或者说看不清那个事实。你这点请注意哈。当你听到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刚要发脾气，马上退回来。退到哪儿去？说我在后排座嘛，我们讲很多类似这样的心法都是相同，往后回到你的觉知上，回到你那面镜子上，那面镜里，这是他说的话，这是话中带的情绪，这是话中带的观点，这是他说的事实。有的时候并不一定就是只是他描述的情况，这是他的脸色，这是他的样子。你一分清楚之后，你就好像看戏一样，看电影似的。那个电影里面人说话就生气什么，你知道那是个电影，你跟他就分开了。这是，那以后可能我们再会再细致的讲这个问题。你往回一退，就你真的要学会退。这个退不是说我什么事我始终我都是让步，始终往后缩，不是这样。你自己往后一退，退的什么呢？从情绪里面啪出来了。一下出来了，是旁观者清，就有一个旁观者的视角。你迷进去了，当局者就容易迷。退出来，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但其实，你说的这个方法也行，它其实不单纯是个方法，它是个功夫，你得去练，得修。在生活中，别人跟你一说话的时候干什么？无论是表扬你、批评你、恭维你、是谩骂你，你都是表扬你。你要知道，这是他说的话，这里是表扬我的和怎么样。那你以后退，你从一个旁观者角度上看，你就知道这表扬的合适不合适，我是不是那么好？别人批评你呢，你也是我知道我是不是那么不好，就很客观的脱离开情绪，那就真的是对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啊！说这个心法解析生命流，不被情绪化。你一解析它，怎么才能解析呢？你退一步才能解析，你迷到里面你就解析不了了啊！所以就对这个心法又多做了一点说明啊。好了，我们最近讲这个心息相依，讲锻炼。上一次讲了心息相依，广阔无垠。就心息相依，这个心息在丹田里面就在这儿，很深，和这呼吸心息相依。但不单纯是呼吸，还有生命的气息，还有大自然无限的信息。现在就讲说一切源于信息，一切源于信息。英文讲 it from bit， 就一切任何整个世界就源于什么？源于信息。那就那个无穷的无尽的道，原始混气充满着虚空，那不都是信息吗？它不是以能量的形式存在，当然它也不是说就是那个信息，它比那个还要精微。所以你一体会的时候，你的心和整个无限的虚空相合，那是一个大的信息相。有的时候，当你真正安静下来，进到里面，一吸一呼，你真会觉得你在这一吸一呼，整个身体都在动，
而且不单整个身体，好像整个虚空也都在随着呼吸一样，那是一种真切的体会，那需要练的。上次讲这广阔无垠，那么今天再讲另外一个内容，我们讲这个心广阔无垠，万善俱备。广阔无垠讲的是它的体性，万善俱备讲它的用。那么我们在做这个锻炼的时候，往那一带，心气相应，你就静下来了，静下来了，静下来了，很安静，很安静，安静，静到安定了，定能生慧，就会有智慧。而事实上，当你真正安静之后，静中还能生爱。你很安静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的，你内在就是慈悲的，就是慈悲的。我记得从原来跟大家分享过那个，就是有带温度的那个安静，就是我们要修那个安静呢，不是冷冷的那个静，而是有温度的安静，有温度的安静。所以你在站桩之前、打坐之前，马上等之前，你在内心深处就得有这样一种认知：我锻炼的这个安静是有温度的安静。我再讲一下那次那种体会啊，就是我回老家的时候，老家东边有一条路，我那天在那跑步，在那跑步，我记得是我第一次我自己跑，就是记着数跑了20几公里半马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过程，那是第一次我自己这样去跑的，跑来跑去跑了，一直没头的从南到北，从北到南跑，最后停下来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就看着那个里面的稻田，很安静，倒是没有人呐，非常非常安静。我就看稻田，我突然就看着这个稻田是非常非常安静的，可是怎么样？它里面安静吗？那时候稻子正要拔穗的时候，正要灌浆的时候，每时每刻的稻穗里面，它都在进行着变化，光合作用，它要稻谷要充实啊，要长啊。你外表看着它是很安静，可是里面一直好像每个都在忙活着，是吧？都在生长，要果粒，那颗粒要饱满，要有营养，进行着光合作用。只不过那个洞我看不见。那时候我突然就觉得，哎呀，大自然给人类的那个爱，那不是看不见的吗？看起来是很静，其实是很动，它一直在动的呀。那是有温度的安静。我就想，哎呀，我的父老乡亲们，祖祖辈辈，不都靠这片土地身上的这个植物这养活的吗？活下来的吗？哎呀，生命就靠着他们。他们悄无，大自然对人类的爱悄无声息，悄无声息。我突然觉得呀，那稻田的安静是有温度的安静。那我们修炼自己的身心，你要去静，你也要有这种有温度的安静。看起来外表上一动不动是很静的，可是身体里面是蕴含着什么无限的生机的，是有生机，而不是说做枯禅在那哭在那儿，那不是哭的，它内在是有生机的。那种安静是有温度的安静，你能感觉到那个安静底下或者安静深层的，哇，那种无限的生机。我们站桩也是这样，你往这一站，你是很安静的，可是你内在深处、心灵深处那个本底的认知，是安静之中，是带着慈悲的，是那个有温度的安静。外表上安静，内在是有变化的，而这个变化哎呀，这种变化是让我的生命越来越完美，得有这样一种前提，这样一种认知，对。
这个安静它是有底色的，是温暖。当然你在锻炼的时候就不用想这么多了，就内在的说这个人骨子里都是善良，他就是你往那一站，骨子里就带着这股善良的劲儿。你往那一站，骨子里就带着这个温暖的劲儿。这个温暖的劲儿，善良的不是说想着我站在这哦，我要善良，我要温暖，不是。你骨子里你就每个人都是这样的，都有这个。你这，我本来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你带着这股劲儿去站。我说清楚一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。就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发自本底的，我在这站桩也好，打坐也好，本底的是慈悲的，是有爱的，就是骨子里的善良，从骨髓里，这人说天生就是个好人，天生的那种善良。比如说我们经常看一些短视频，现在有发这样的小孩，天生的就很善良。说骨子里就很善良，你往里走，就是这样一种美的感觉，心里美的感觉，温暖的感觉。所以这个安静，它就不单纯是一个技术活，安静中透着善良，安静中透着智慧，这是一方面。那另外比方是这个动作往外呀，心息相依和整个无限虚空相依呢，也是这样。我们讲这个动作母爱无疆上看是奉献爱的，虽然从锻炼角度上讲，说这个爱不是从这呜这么跑出去的，一旦整个虚空都是你的心，整个虚空都是那个慈悲。就你一做这个动作，你发自心底的，你不用想的，本能的就是呀，整个世界是充满爱的，心息相依，无限生机，就好像万物众生都在这个爱中，爱中里面充满着生机，都变美好。那你的身体呢也是这样，这一个动作一做，你的身体也是在这个爱中，也是在这个生机中。说做这个动作，你觉得我的身体气血流通，功能正常，每一个地方，呀，都被爱所滋养。所以啊，我们练了静就有智慧，有智慧，爱就让一切变得美好，并不是练了这个静之后，我出个什么主意把什么事情变坏，不是这样。哎，慈悲、美好，向外是慈悲的、美好的，无限生机，生机给自己，生机给万物众生。你往这一站桩也是这样，哎呀，无限生。那个爱，那个温暖，是那个本底的。以爱、以温暖作为你的底色，锻炼的时候一顿，这个底色就是爱，就是温暖，就是那个慈悲的那种状态。所以心息相依啊，是无限生机。说我们心想静到最后冷的，这个人变得冷酷无情了，那不能是这样。有的人就是这样，有的人你看着特别静，你看你静的害怕，他静的你不敢靠近他。有的人很安静，静的什么，你愿意在他身边，如沐春风，说满座春风，就他散发出一种气息是什么呢？那种气息是美好的，是温暖的，是让别人感觉到什么呢？可亲可敬，很舒服的。有的人那个静之后，哟，你看你总要远离他，所以我们要修那种带温度的那种安静啊，心息相依，无限生机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来练哈。
这些啊都是心法，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动作的什么方法，就是我心中是这样的。它其实不单单是锻炼的时候你有这样一种慈悲的那种爱的感觉，就生活当中，比如今天我出门了，我一出门，但是冷冷的这种感觉出门不是，一出门，面带有点微笑，我带着慈悲出门，我进电梯，我去开车，我去走路，我的生命就用这个，今天我生活的底色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安静，就是慈悲的。我做任何事都是在这个底色中进行的。做事啊，干什么？比如我要写东西也是这样的。我做饭也是这样，我走路跟别人说话，这就是什么呢？是以善去引导着我们的生命，以善引导，那底色就是善良的，以善引导着我们的生命，引导我们的生活。好吧，比方现在我们站桩，以善引导着我们的站桩，以善引导着我们所有的锻炼，好吧，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根本的心法。即使你不锻炼啊，你就生活中做任何事，先是一个慈悲的感觉，善良的感觉，你再去做事，你一定会不一样的。你跟别人交往，你带着善的感觉，首先你的善意，你话还没到，人还没到，你的善意已经到了。善，安静。你往这一站，善已经充满了全身。这个善意也充满了周围的虚空。就是我这个锻炼，它的底色就是善的，是温暖的。脚分开，枕后八字，两臂慢慢上来。身体微下蹲，百会向上悬领着，身体放松至无限虚空，也可以身体放松到无限虚空，也可以说你的善意充满虚空。充满虚空，也充满全身。
精神内少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观心，心系相依，心照神教。唯我于此。心系神气，相依于丹田。就100%的精神，那个神气全收回来，没有一丝一毫在外面，全部藏起来。神入气中，气保神来。心系相依，安静。
会上领，身体慢慢直起，安静。脚慢慢合拢，手缓缓下落，手重叠在肚脐上扬起。两手分开，敞开心胸，张开怀抱，整个动作都带着善意。心息相遇虚空，善意带来无限生机。慈悲呀，慈化众生，当然也慈化自己的生命。那些不舒服全部化散，心息相遇爱。启禀，见品，到头顶上方，无限虚空，
安静留白，慢慢下落。紧额头，面，胸，指腹，富贵婴儿，两手扶于足面，下上提，下上提，下上提，转掌，颈腿的后侧。向上，倒映着命门，点命门，安静，安静，双膝一软，放松向下，富贵婴儿。经脚外侧扶于足面，下上提，下上提，下上提，转掌，颈腿的内侧慢慢上升。到肚脐，点两手重叠在肚脐上，尽量
静坐静养。安静。往这一坐，静止不动，心气相依。坐在这儿也是带着善意，坐之中，在生命的深处啊，是充满了生机。内在的一种感觉，就是那个本底那个背景，是善，是生机。保持这个安静的状态，自己安排收工的时间。大家晚安，安静，安详。